我们常听说心梗、脑梗来势汹汹，其实在这之前，我们的腿早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。别怀疑，低头看看你的腿，就能知道血管有没有堵。当血管逐渐堵塞时，腿部会出现4大异常迹象。许多人误以为只是年纪大、缺钙或太疲劳，结果错过了提前预防的黄金时间。更危险的是，血栓一旦在腿部形成，随时可能顺着血流跑到心脏或脑部，引发致命的心肌梗塞或脑中风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腿部4大警讯，它们代表着血管堵塞的前兆。另外，医生也会教大家3个打通血管的妙招，帮助你疏通血管，让血管重返年轻。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你的腿是否正在默默透露你的血管健康状况吧。腿部是身体距离心脏最远的地方，血液要一路对抗地心引力才能从心脏输送到脚，再由静脉回流。如果血管有堵塞狭窄，腿脚往往最先出现异常，特别是下肢的动脉血管变窄时，供血不足会让双脚的感觉外观发生改变，而下肢静脉若被血栓堵住，血液回流不畅，腿部也会肿胀疼痛。简而言之，腿部的状态就是血管健康的镜子。很多时候，心脏或脑部血管出问题前，下肢血管已经亮起红灯。医生指出，50岁以上的人随年龄增长，下肢动脉阻塞的发生率明显提高，但约有2/3到3/4的患者平时没有明显症状，容易掉以轻心。然而，只要细心观察，我们的腿其实会提供一些线索。接下来，我们逐一揭晓腿部在血管堵塞时发出的4大警示信号。迹象1，腿脚经常冰冷甚至麻木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大热天还是觉得脚底冰凉，或是晚上躺下后双脚麻得难以入睡，腿脚莫名发冷发麻，很可能是血管堵塞的第一个迹象。因为当动脉发生硬化狭窄时，流到末梢的血量减少，脚部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和氧气供应，就会感到冰冷麻木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双脚温度应和身体其他部位相近，且左右脚应该差不多。如果发现一只脚特别冰凉，或平时坐着还好，但一平躺下腿脚就开始发麻变冷，这就很可疑了，表示该侧腿部血流严重不足。许多下肢动脉阻塞的患者都反映，天冷时脚特别容易发凉。其实即使在夏天，他们的脚也是凉的。如果你在炎热天气中脚都是冰冷的，就要警惕腿部血管是不是有问题了。血液供应不足还可能造成腿部神经受影响，出现麻木刺痛的感觉。有时候双腿久坐后发麻，活动一下就恢复，这多半是暂时的血流不畅。但如果你频繁感到腿麻，即使休息也无法完全缓解，而且伴随足部冰凉感，就要特别注意血栓阻塞的可能。还有一个细节也能提供线索，仔细看看你的脚背脉搏跳动。脚背正中偏外侧有条足背动脉，正常情况用手指能在左右脚背都清楚摸到脉搏。如果摸不到或一侧明显减弱，表示该侧下肢动脉血流变差，尤其是两脚足背脉搏强度差异大，更要怀疑血管狭窄。当地背动脉搏动变弱时，往往就是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信号。严重时，除了冰冷麻木，你走路还可能觉得腿发沉无力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2个迹象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下肢供血不足还会影响毛细孔与组织的营养供给。例如，许多人到了中年，发现小腿和脚趾的毛发变少甚至脱落，这可能并非单纯的老化，而是血管堵塞导致养分无法送达毛囊，毛发长不出来。如果腿部皮肤干燥脱屑，汗毛几乎没有，再加上总是冰凉麻木，真的要考虑血管状况了。总之，别再以为手脚冰冷只是体质虚或者天冷的缘故。若在不该冷的时候冷，该有感觉的时候麻，一定要留神这身体在向你示警。迹象2，走路容易腿痛，频繁抽筋或跛行。是不是常觉得走没多久腿就酸痛，得走不动了？或者夜里小腿经常抽筋，以为是缺钙，但补充后也不见改善。当你在日常散步时，双腿一再出现酸痛、无力、抽筋的情形，而且休息一下症状就缓解，这极可能是间歇性跛行在作祟，也就是血管堵塞的典型表现。这种腿痛不是普通的肌肉劳累，
而是因为下肢供血不足，走路时腿部肌肉需氧量增加。但如果动脉被斑块严重狭窄，血流跟不上需求，肌肉就会抗议产生酸痛、紧绷甚至抽筋。有些患者形容每走一小段路，小腿就像抽筋般剧痛，不得不停下休息。休息几分钟后，疼痛又消失，继续走又痛，如此反复。这正是间歇性跛行的特征，一走就痛，休息就好。许多人一开始以为是年纪大肌耐力差，或误认为只是运动不足导致的腿软，但其实背后可能是血管狭窄严重，肌肉处于缺血状态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如果腿部频繁抽筋，特别是半夜睡觉时小腿抽筋把你痛醒，而且最近并没有剧烈运动或脱水等诱因，那就不能仅仅当成缺钙看待了。血液循环不良时，肌肉得不到足够血氧供应，代谢产生的乳酸等废物堆积，也可能引发抽筋痉挛。尤其是老年人反复腿抽筋，很大程度上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有关，而不只是单纯的电解质不足。除此之外，有些患者甚至发现自己走路姿势改变，因为怕痛，下意识的一拐一拐走路，出现跛行的步态。如果你或身边长辈出现走几步就喊腿酸痛，需要站着休息片刻才能继续走的情况，一定要提高警觉。间歇性跛行就是血管在报警，表示动脉阻塞已经不轻，必须尽早就医检查，否则继续恶化下去，可能连不走路时腿都会痛，甚至发生更可怕的后果。还有一点要留意，双腿酸痛无力不一定全是血管问题，也可能和神经、关节等有关。但是有个区别的方法，由血管供血不足引起的疼痛，多半反复发生在固定的行走距离之后，只要休息就能缓解，按压肌肉不会特别痛。而如果是关节炎或神经痛，可能走走停停也不一定好转，疼痛部位按压会痛，休息不一定缓解。无论如何，频繁腿痛绝对不是正常现象。如果已经影响到日常行走能力，就别拖了，赶紧让医生评估是否下肢血管出了问题，千万别逞强，以为忍一忍就好，下一次忍耐，很可能就换来一副拐杖甚至轮椅了。迹象3，伤口愈合缓慢，皮肤颜色与组织出现改变。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将营养送到全身各处，帮助组织修复。如果小伤口老是不好，甚至溃疡扩大，皮肤变色坏死，这已是血管堵塞的严重警告信号。特别是下肢动脉严重阻塞时，即使没受伤，脚部皮肤也会出现明显改变。颜色改变是容易观察的一点。当脚抬高时，因为血液更不易流到脚，患肢的脚掌可能变得苍白，而把脚放下来时，缺血的脚又可能因血液滞留而呈现暗红、紫秆色。两脚颜色若不对称，或与平常肤色差异大，就要注意下肢动脉是否狭窄。还有，如果局部组织长期缺血，细胞会开始坏死，脚趾可能出现发黑的斑块，甚至干性坏疽。糖尿病患常听说的糖尿足，就是因小动脉阻塞加上感染导致组织坏死。其实不只是糖尿病，任何严重下肢血管阻塞者都可能面临伤口溃烂不愈，甚至截肢的风险。回想一下，你最近剪指甲时，是否注意到脚指甲变得暗淡或变形？有些人下肢血流不好时，指甲生长会变慢、变厚，颜色也不健康。再看看脚上是否有小伤口久久不愈，例如鞋子磨破皮了一小块，可是过了很久，伤口仍然红肿渗液，迟迟长不出新肉，那就不是一般的皮肤问题了，而可能是伤口缺乏血液供应，以致愈合困难。此外，脚掌、脚趾若反复出现溃疡，或是皮肤莫名溃烂，都要当心。这通常发生在动脉阻塞已非常严重，肢体处于重度缺血的情况，组织得不到氧气和养分，连基本的自我修复都无法进行。这种阶段往往还伴随前述的静息痛，也就是人在休息时腿都在痛，尤其夜里平躺时，脚会疼痛难耐，只能把腿垂下来才能稍微减轻。若发展到这一步，情况已经十分危险，必须立即就医，否则坏死范围扩大，可能最后只能截肢保命。另外，我们在第一个迹象中提到的皮肤毛发脱落，也属于组织改变的一种。腿部皮肤如果看起来又干又薄，甚至有发亮的光泽，仿佛打了蜡一样光光的，
这是因为长期血供不足，皮下脂肪和毛细孔组织萎缩，皮肤变脆弱发亮，这些都是慢性缺血导致的外观异常。可别小看脚上这些变化，从皮肤到指甲都是血管状态的晴雨表。一旦出现伤口愈合不良、皮肤颜色异常或组织坏死等情况，代表下肢血管可能已经堵得差不多了，必须火速就医处理。在医院检查下肢血管的常用方法有超音波或量测怀宫指数 ABI， 确定堵塞的部位和程度，再由医生决定要用药物、支架等方式治疗。重点是千万不要拖延，因为拖下去可能就没有腿可以拖了。迹象是单腿肿胀疼痛，出现不明硬块或胀筋。如果照镜子发现两条腿一粗一细，甚至一条腿从脚踝到小腿肿得像面包一样，而且按下去皮肤凹陷，久久不能弹回，这很可能不是发福，而是下肢静脉栓塞的迹象。当深层静脉被血块堵住时，静脉血无法顺利回流，心脏就会淤积在腿部，使整条腿肿胀发胀。有些人还会感到患侧腿部胀痛沉重，走路都困难。这种单侧下肢突然肿大的情况，在排除扭伤或蜂窝性组织炎等问题后，最需要怀疑的就是深部静脉血栓 DVT， 尤其是如果小腿肌肉深处隐隐作痛，甚至伴随皮肤发红发紫，摸起来有点热，那更是典型的血栓堵塞静脉的表现。此时在腿部的深处，静脉里可能正有一块血凝块，像塞子一样卡在那里，让你的血液回流之路大堵车。另一个明显信号是浮现胀筋或硬块，有些患者在患侧腿上可以摸到或看到一条硬硬的凸起血管，周围皮肤红肿按压疼痛，这通常是浅层静脉栓塞的表现。浅层静脉就在皮肤表面，血栓堵住后，该段血管会又肿又硬，像绳子一样显现出来。同时因为局部血液不流通，皮肤可能跟着发炎泛红，很多人把这种情况误当成皮肤炎症或肌肉拉伤，但其实根源在血管里面的血块。如果最近久坐久站，比如长途旅行坐了很久的车、飞机，或因病卧床很少下地走动，之后出现单腿肿痛，那就更要怀疑静脉血栓了。深部静脉血栓特别危险的地方在于，小腿或骨盆静脉中的血栓一旦脱落，会随血流被带往肺部，造成致命的肺栓塞。很多案例中，病人腿肿还在观望，结果突然出现胸痛、呼吸困难，一下子休克。这其实是腿上的血栓跑到肺动脉闹事去了。如果血栓够大，堵住主要肺动脉，可能会瞬间猝死。所以千万记住，单脚肿胀疼痛绝不可轻忽，尤其本身有静脉曲张、凝血功能异常、癌症或术后卧床等血栓高风险因素的人，更要警惕这种腿部信号。一旦发现，务必立刻就医检查。医生通常会安排腿部超音波来确认有无血栓。一经诊断，会立即使用抗凝药物、溶栓治疗或安排微创手术取栓，以解除堵塞。深部静脉血栓不会自己消失，不能心存侥幸，撑几天看看。早1分钟治疗，就多1分避免肺栓塞的保障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上述4大迹象自己中了几条。如果1条都没有，恭喜你的血管目前应该挺通畅。如果不幸中标，那也别慌张，至少现在你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腿部发出的求救信号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提前介入，防患未然的。如果及时采取行动调养，血管健康是有机会扭转乾坤的。那么出现这些前兆该怎么办？除了就医、检查、治疗，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透过改善习惯来为血管疏通管道。请接着看医生推荐的3大妙招，帮助打通血管，让你的血管恢复年轻有弹性。血管堵塞不是一天形成的，而是长期不良习惯累积的结果。所以改变生活习惯，就是在给血管清淤通路。医生总结出3个简单有效的日常方法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就能让血管保持畅通，延缓甚至逆转血管的老化。一旦血管变年轻，我们全身的器官都会受益，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。现在就来看看这3招到底怎么做。第一招，合理饮食，远离血管堵塞的元凶。现代人的饮食常暗藏让血管生锈堵塞的元凶。
首当其冲的就是高糖分饮食。过多的糖不仅让体重上升，还会破坏血管内皮，引发慢性发炎反应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。因此，甜饮料、蛋糕、饼干等含糖食品要少吃，特别是所谓隐形糖也要注意，例如含糖的早餐、麦片、调味饮料等。第二个凶手是反式脂肪，反式脂肪会显著提高坏胆固醇 LDL， 降低好胆固醇 HDL， 是血管的毒药。常见于人造奶油、起酥油制成的酥皮点心、油炸食品、速食薯条和爆米花等等，务必要敬而远之。第三大地雷是过量不健康的油脂，特别是反复高温油炸的植物油。很多人以为植物油很健康，但如果长期大量食用高温炸物、烧烤，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经氧化后，同样会损害血管，而且吃进太多油会导致肥胖、高血脂，进一步加重动脉阻塞。所以烹调尽量清淡，用油要适量，少吃油腻的加工食品。最后，加工肉类也是不可忽视的黑名单。香肠、培根、火腿这类加工肉含高盐、高脂肪和各种添加物，会增加血管硬化和栓塞风险。如果每天早餐培根配香肠，中午炸鸡排，晚上烧烤串，长此以往，血管里难免堆满油垢。总而言之，远离这些让血管变脏的食物非常关键。在管住嘴少吃上述垃圾食物的同时，也别忘了戒烟限酒。抽烟对血管的伤害极大，尼古丁使血管收缩，血压升高，烟雾中的一氧化碳更会减少血氧供应，还促进动脉硬化形成。可以说吸烟一口，血管堵塞跟着走。长期酗酒则容易导致血压升高和血脂异常，同样不利血管健康。因此，要保持血管年轻，务必要下决心戒烟饮酒，也请适可而止。另外，还要控制盐分摄取。重口味饮食使血压飙升，血管长期在高压冲击下也容易受损硬化。饮食清淡，多喝白开水，有助于减轻血管负担。试着在日常三餐中践行少糖、少油、少盐的原则，远离加工食品含油炸甜点，多吃原型食物含高纤蔬果。当你管住嘴巴，血管就能松口气。不让坏东西进入血液，是打通血管的第一步。第二招，摄取护血管的营养，帮血管大扫除。除了把垃圾拒于门外，我们还可以主动清理血管里的脏东西。怎么清理呢？方法之一就是透过食物摄取对血管有益的营养素，帮助溶解已经沉积的胆固醇斑块，减少血液中的有害物质。医生特别推荐几类食物。首先是富含花青素的食物。花青素是强效的抗氧化剂，能够保护血管内皮，减少低密度胆固醇氧化沉积。日常生活中，紫色和深色的蔬果往往富含花青素，例如蓝莓、黑莓、紫葡萄、樱桃、茄子、紫甘蓝、紫地瓜等。经常摄取这些天然的紫红色食物，有助于清除血管自由基，让血管弹性更好，通透性更佳。有人称花青素为血管的清道夫，言之不虚。再来是茄红素，它同样是强大的抗氧化物质，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。茄红素大量存在于红色的果蔬中，比如番茄、西瓜、红柚子、番石榴等。熟番茄中的茄红素更容易被吸收，不妨常喝点番茄汤或吃波茄炒蛋。茄红素有助降低坏胆固醇氧化，同时改善血管内皮功能，让动脉内壁维持光滑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被研究证实有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前列腺癌，可谓一举多得。除了多吃蔬果，我们也需要摄入优质脂肪来养护血管，其中 Omega-3 脂肪酸是重中之重。Omega-3 能够降低甘油三酯，轻度升高好胆固醇，还具有抗凝、抗发炎的作用。深海鱼是 Omega-3 最佳来源之一，例如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等油脂丰富的鱼类，每周吃2到3次，有益心血管健康。不吃鱼的人可以适量补充鱼油胶囊。除此之外，坚果含种子也是好脂肪的来源，像核桃、杏仁、亚麻籽、奇亚籽都富含 Omega-3 或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能帮助降低坏胆固醇。每天一小把坚果当零食，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对血管有益。
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要问，难道吃什么也能溶解血栓不成？当然，饮食并不能像通马桶那样立刻冲开血栓，但长期下来，好的营养会让血液环境变得干净，已有的斑块也可能缩小稳定。例如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全谷、燕麦、豆类、蔬菜水果，能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，还能喂养肠道中的好菌，间接降低发炎反应。这就提到了另一个关键，益生菌。也许你想不到，肠道菌丛的健康与血管息息相关。好的益生菌帮助分解胆固醇，代谢多余的脂肪，还能产生有益短链脂肪酸来保护血管。另外，它们能减少肠道内毒素的产生与吸收，降低引发全身性发炎的风险。因此，多补充益生菌对预防血管硬化有潜在益处。日常可以吃点优格、发酵乳、德国酸菜、味噌、纳豆等发酵食品，给肠道补充友善菌。如果饮食中的益生菌来源不足，市面上也有益生菌保健品可选择。维持肠道健康，其实就是在维护血管的清洁。最后别忘了多补充天然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。维生素 C 和 E 都有助于保护血管，前者存在于奇异果、芭乐、橘子、青江菜等果蔬中，后者则丰富于酪梨、坚果、橄榄油。大蒜和洋葱含有硫化物，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，帮助降低胆固醇。不妨在菜肴中适量加入，茶叶中的儿茶素、红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，适量饮用也都有抗氧化效果。可以说，大自然提供了许多血管的清道夫和天然扩张剂，只要善加利用并长期坚持，我们的血管环境就会越来越清澈干净。搭配第一招的饮食控制，把坏的少吃，好的多吃，双管齐下，等于给血管内壁来个大扫除，慢慢溶解陈年污垢，恢复年轻时的弹性。第三招，维持规律运动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。俗话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对血管而言更是如此。运动是最天然的疏通血管良药。当我们活动时，心跳加快，血液流速增加，犹如给血管做按摩，有助于保持血管弹性，防止血液沉积变粘稠。同时，运动还能改善代谢，降低体脂肪和坏胆固醇，提升好胆固醇，可谓一举多得。相反地，长期缺乏运动，久坐不动，血液循环会变差，容易出现下肢血液瘀滞、血压、血脂上升等问题，加速血管老化。世界卫生组织就曾警告，连续坐超过4个小时，下肢静脉血栓风险就大大增加。现代很多上班族一坐就是一整天，这对血管健康非常不利。因此，一定要养成规律活动的习惯，别让血液在血管里变成一滩死水。具体来说，医生建议每周至少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150分钟。听起来很多，但其实把它拆开就容易做到。比如每天快走30分钟，1周5天就达标了。快走、慢跑、骑自行车、游泳、跳舞、健走、登山等任何让心跳微微加速、稍微喘息的运动都算中等强度。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并坚持下去，就是在帮血管保持年轻。有研究显示，经常运动的人，血管内皮功能更好，动脉也较有弹性，不易硬化狭窄。此外，运动时肌肉收缩对静脉有挤压泵血作用，能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。尤其长途旅行或久坐办公时，建议每隔1小时就起身活动几分钟，哪怕只是原地踏步、踮脚尖、伸展腿部肌肉，都能促进下肢血液回流，降低血栓风险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运动贵在持之以恒。刚开始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一步一步增加活动量。例如，今天走路10分钟，明天15分钟，逐渐达到每日30分钟的目标。如果体重较重或平日缺乏锻炼，可以选择对关节冲击小的运动方式，如游泳或骑脚踏车等，心肺功能提升后再尝试快走慢跑。不论任何年龄，运动都应量力而为，贵在恒长。只要你坚持每天动一动，你的血管一定会回报你。运动过程中，血液里的一氧化氮等物质增加，能使血管扩张放松。长期规律运动还能刺激形成侧支循环，新生更多微血管来绕过堵塞的部位。可以这样理解，运动仿佛在替血管进行搭桥，
一条路不通，就多长出几条新路，供血自然改善。很多下肢动脉阻塞的患者在复健训练中，透过行走运动，症状都有所减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最后提醒，高危族群如有心脏病、三高或其他疾病，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，选择合适的运动种类和强度。运动时要注意安全，循序渐进，不要一下子剧烈运动导致受伤或心血管负荷过大。一旦出现胸闷、呼吸困难或不适，应立即停下休息。如果能做到有规律、适度的运动，你将发现不止血管更健康，整个人都更有精神。坚持几个月后再去体检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等指标多半也会有所改善。这就是运动给身体带来的全方位好处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站起来动一动吧，让你的血液循环起来，让你的血管跟着一起变年轻。谈了这么多，我们终于明白，腿部的种种异常其实都是血管在向我们喊话，而保持血管通畅，年轻也并非遥不可及的梦。总结一下，腿部4大迹象：腿脚冰冷麻木，行走腿痛抽筋，伤口愈合不良，皮肤变化，单腿莫名肿痛，这些都是血管堵塞的前兆。及早发现，及时就医检查治疗，可以避免小问题酿成大祸。另外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打通血管的关键，饮食远离高糖高脂的元凶，均衡营养，多吃护血管食物，坚持规律运动，增强血液循环，再加上戒烟限酒，控制三高等措施，就能全方位捍卫血管健康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已经有些血管堵塞了，改变生活习惯还来得及吗？医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当然来得及，只要持续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改善，坏胆固醇明显下降，血压血糖获得控制，血管内皮功能是可以恢复的，动脉斑块也可能停止生长，甚至出现缩小的迹象。换句话说，血管年龄是可以被逆转一部分的。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或许没有办法回到20岁，但透过努力，我们的血管有机会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。这对中老年朋友来说是莫大的福音，也是值得为之行动的理由。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行动，留意腿部发出的信号，千万别再忽视它们的存在。从现在起，调整饮食，迈开腿，改掉那些伤害血管的习惯，给血管一个变健康的机会，就是给自己多一份长寿和平安。希望看完这篇影片文案后，你能立即低头关心一下自己的双腿和双脚。如果发现任何可疑迹象，别犹豫，尽早寻求医疗协助。而如果目前一切正常，那也别忘了预防胜于治疗，继续维持好的习惯，让血管一直保持通畅无阻。毕竟血管年轻了，人才能活得更长久，更有品质。现在就一起实践我们说的3招，让血管重返年轻，把健康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吧。